好，目前加州的野火危机已经有大批的捐款陆续涌入但是里奥纳多呢就有点争议他无视野火，结果搭自己的私人飞机出游，被人家批评那后来赶快捐了3000多万来救灾。网友就说你这是伪君子啊，怎么是被骂了之后，你这自己出去玩了，然后被骂了，现在才在捐款。那另外呢，这个美国的体坛现在也是赶快在募资也是希望说赶快能够帮助在这边的人，有些华人是透过微信群或是朋友圈来转发那甚至有些人说家里可以接纳因为这些野火而失去家园的人，有些人就在微信里头，然后转发各类的捐款讯息，甚至是像是矿泉水啊、口罩啊，都积极的在捐给洛杉矶的消防局。那人家讲说，其实这个地点呢，总是好像历史重演，因为火灾之后，总是在这个同样的地点又重新再重建，总是在野火区重建再盖屋洛杉矶这个地方，它有这个致命性的大火再次暴露出来。其实加州对于应对灾害风险，还有解决住房危机之间现在的这种艰难处境那总是一直在历史重演着，这到底该怎么样解决呢？那现在目前估计起来，好像这场野火已经烧掉了大概8.2兆台币，导致上千万的民众流离失所那现在还有很多的民众因为他们是不是有钱人，他们必须得要赶快来停火，但是又没有办法请那种私人的消防队，他们还自己这样子自主性的拿着这个斧头这样大家组队上山要去砍出一段那样子的防火区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状况都还没有办法止血。但是是不是美国的这个政界来说的话，好像这个关注力已经慢慢从这边要转移开来了呢，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口水战了呢？现在在这个恢复工作上面你看对于这个共和党领导的华盛顿其实面临了一个严峻的挑战，因为马上这个川普就要就职了，下个星期就要就职了，但是这个已经导致呢这个我们看到洛杉矶时报讲，这个现在目前野火的事情好像已经变成了党派之间的政治斗争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斗争甚至还牵连到了对于中国大陆，你到底要不要来帮忙我们呢？也有人来这样问这个问题我们来听听。 China or relevant departments concerned considering any concrete forms of assistance and sympathies for the fight against the still burning wildfires in Los Angeles, now considered the most catastrophic in U.S. history. 美国洛杉矶地区近日发生严重山火，我们对遇难人员表示哀悼，对伤者及伤亡人员家属表示慰问。好，哀悼慰问，好像美国还觉得不满意就是美国之音还在讲说你们这个大陆的官媒报道报道加州的大火跟西藏的地震角度天差地壤好像讲到了美国的时候就要凸显缺乏这种物资资源缺乏的很严重故意要强调这个你们自己报道自己西藏地震就要强调你们救灾的成果跟努力就是这个事情也要被美国之音拿出来做文章那他们还有一些相关讲说美国不满这件事情对于这个山火失控生死攸关的这个时刻中国驻洛杉矶的领事馆呢特别向美国在这个就是在美的中国公民发布一则通知，提醒说中国公民随时要注意山火的最新状态然后合理的安排出行的计划，避免前往受到影响的地区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提示，美国政府却看得很不高兴他们觉得这样的通知好像是在对他们进行羞辱那不然要怎么通知呢？就是还要鼓励大家去这些地方吗？还是就是感觉好像美国现在这个怒火是不是有一点好像要牵连到中国大陆头上的那种感受那再来我们看看美国自己本身经济的状况也是令人堪忧，这场大火会不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前2天才来到台湾的这个美国的商业界的大佬讲说会影响就被我们台湾媒体问到的时候，那你看现在连金融专家在讲美国其实破产在即桥水基金的创办人达里欧讲说美国每分钟需要支付200
200万美元哦，相当于台币是6000万的一个利息，这是一个非常巨额的数字。但是美国还要继续再跟中国继续打这场贸易战、经济战、晶片战、科技战都没有停下来哦。所以你看看，他们要启动这个301这样子的一个调查哦，这其实是大陆的一个反制措施，也就是说，你越来限制我，中国大陆现在反击力道，美国挡得住嘛？那还有这个跟7年前完全相反，现在美国人都在抱怨哦，以前是讲说我们贸易战之后对中国的伤害更大，但是现在呢，美国好像转向了，变成说如果我们去打贸易战的话，会伤害我们美国的经济更大哦。就这样短短的几年之间，7年反转了现在这个整体世界的局势嘛。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这个美国上次这个1月6号国会暴动，就让美国被人家怀疑他是不是比较好的民主典范嘛？那这次洛杉矶这个野火、山火被人家进一步质疑美国政府治理的能力了。我认为这个是2大伤害就你这个民主差一点就被颠覆了，然后政府治理能力怎么会差成这样这你不要问别的啦，你光是问自己就好，为什么消防栓没有水？为什么1月7号开始山火，那1月13号军方的大型的洒水飞机才到？为什么差了6天？那中国大陆是第1天。就我们不要比较别的，因为这个是大家都看得到的嘛，对不对？然后你那个断崖区那个水库已经没有水超过半年，怎么都没有人讲？那个水库蛮大的有110万加仑的水结果整个是干的。所以这个政府的治理，我觉得恐怕是自己这个叫什么？用台语讲叫"更小灯手起"了连墨西哥都在嘲笑他，说需不需要我们派救灾队到加州美国也不接受，墨西哥就在他下面，好像连乌克兰也派了，都说要派了，哪怕连乌克兰都现在要去不然帮忙。那个中国大陆派解放军去好不好？就他现在就是那个情绪了，你知道吧？实际上后来有人去追问说，纽森州长你为什么不跟联邦军队求援因为他拒绝，这个是有资料的说他认为他可以自己处理，结果证明这个灾情大到他不能处理，那你怎么会做这么错误的判断呢？那当然也有制度上的问题，因为联邦军队如果出动，他要跟你要钱因为这美国的制度就是这样。加州缺钱吗？对啊，给不了对吧？你讲的很对啊，加州的 GDP 是3.6兆对啊，你光是这个延迟6天去救火，不用联邦的空军，你损失就超过1-2千亿了，对不对？所以我坦白讲，这个纽森就是重看不重用嘛，他典型的重看不重用，那能力太糟糕了啦。好，来请教赖老师。加州政府跟联邦政府现在首要之务是尽快的如何能够把这个大火扑灭？我觉得这个是他一定要先做的事。如果一直拖下去的话，一直不能够把加州的这个大火扑下去的话扑灭下去，这个灾民的数量只会更多，重建的工作只能够一直往后延续下去。这个对整个加州的经济，或是对洛杉矶的经济发展，这个不是好消息但问题是在于说，即使你扑灭完了以后，那之后的重建要怎么做？你联邦政府要扮演什么角色？州政府要扮演什么角色？那这些灾民的贷款，它本身的财产付诸一致，那你的经济的纾困，政府能做什么？因为在美国来说的话，它是小政府，人民纳的税额是很高，可是政府要做的事是很少，政府保障人民的工作也很少。那这些灾民大量的需要钱，他们是不是要自己来解决？我觉得这个是美国政府他必须要考虑，他是不是要社会主义再多一点了，资本主义再少一点，这是一个根本的一个问题要先解决的。那另外一个问题是在于新闻的报道中，你不报道这个政府怎么救灾，不报道这个物资怎么送进去，不报道这个灾民怎么安顿，
那你要报道什么？当然，你也要报道这个火灾是怎么来源的，救灾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缺失等等。那一旦报道的时候，两个一比较，那高低差就出来了嘛。我们把它称之为天地之差嘛。大陆的救火，从重庆的救火，然后跟这个加州的大火，就是重庆大火跟加州大火一比，大家都发现怎么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周边的邻省马上进来，一个是中国的这些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立刻进去救援，然后所有的灾民所有的能够进来的这个骑摩托车的，他们都冲进去里面，那把物资送进去。一个这么艰难环境的重庆大火，几天内就扑灭了。而一个加州，在交通还方便，而且消防车都还能开进去的情形下，邻近的州没有进来帮忙，联邦政府没进来帮忙，军队没进来帮忙，那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这个彼此之间的差距就很明显。如果再讲到西藏的日喀则的地震，那大陆是怎么救灾的？然后再对比，那这个本来就是这样比，那你自己自尊心受损，你就说你这样子态度恶劣，这是事实，公平正当事实的报道，只是让你颜面受损，你就受不了了，自尊心也不要那么脆弱我觉得这个是也不太应该的事，然后就不准说了吗？另外，我觉得这是有关于美国的 NBC 的记者不满意大陆的大使馆的一个通知，我觉得那是因为他们对中文的了解，还有对于文化的差异的了解不够所造成的。原因很简单，大陆的驻外的使领馆通知大陆的游客或者是公民，或者是到美国的公民，不要到灾区去。其实这个是对的事情，因为有的会想去看看热闹，有的会去干脆拍个影片。那人家在救灾，在往外跑，你在往火灾的路上赶，这个是好的事吗？这当然不是好的事嘛。所以善意的提醒说不要往灾区的方向走，这个是正确的事情。对啊，那是文化上的差异不同，自己不懂中文，或者是不懂把英文的文化没搞清楚，然后自己在那边乱指责。我觉得这些记者也应该要多努力，多读点书了。好，来请教佘将军。这个东西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像这么附属的一个省对年年有大火都不知道有一点点反省，跟做准备，这是让我觉得最诧异的事情。假定说这个事情毫无预警你突然起来了，我们可以原谅。对，但是你年年烧对不对？第二个，这个重建计划，你知道美国的有钱人对海滨海第一排的那个吸引力是无可抵挡上千万美金的、上亿美金的他都要买。所以你不信好了，这次烧完了，重建的时候还是这些有钱的凯子在那边干，因为它是浅山地区，浅山地区是灌木丛区，灌木丛一烧起来就很快蔓延。第二个，加州这个大火，我讲难听点，他现在动员军队都来不及了，因为已经蔓延得很长了，而且你看那个火焰的温度上面窜高到几百英尺那就代表那个温度非常高。消防队有一句话叫做闪燃，就是说我距离你还有几十公尺但是高温过来的时候，我的衣服马上瞬间就起火，很危险。所以他就只要靠后面的森林区有多大，烧光了，小的话烧光了就没事了。但如果森林区还很大，又不下雨，讲良心话，这么大的大火最靠的是要下雨。如果天气还是天干物燥，还在加上风力在增加，这个火真的很难救。说不定这一件事情呢，会引起这两个政党之间的斗争呢，会越来越激烈。对，因为这个东西暴露了加州政府的无能，民主党又被选输了，那这个问题，川普哪有不利用这个时间煽风点火所以这个问题这个第二个就是民族性的问题。你看，老百姓捐款也好，送东西也好，远比政府来的还有效率。美国政府到现在没看到有大批的救援物资过去。
上次我最难过的就是夏威夷那个滑板，对，珍珠港这么多，你知道每条船都有那个大的抽水机跟那个水，你看那个船进港啊，为了庆祝啊，那可以喷很高的水柱啊，都不去救你自己滨海的这些村子，这真的很糟糕。那舰队里面每条船都有啊，对不对？冲洗甲板也要用啊，那个做海军的什么成军仪式啊，都要喷很高的水枪，都不做。你看这次也是一样，刚刚赖老师讲的要付钱，因为州政府可动用的兵力是 National Guard，National Guard 就有州政府要付钱，你不动用就是舍不得花钱嘛，所以这个会造成人家批评嘛。你有这么多资源你不用，今天人家来援助还觉得被羞辱，你那个真是玻璃心啊，自尊心那么脆弱，这样善意的嘛，哪怕是泽伦斯基来作秀。你也应该欢迎嘛，这代表世界上大家对这个人类救助的一个愿望嘛。这个还要去酸中国大陆，酸别的国家。你像后面的这个南美洲的国家，对不对？都不接受。拿点口水去灭火了。口水灭火，你灭不了这个火，这个伤亡到现在为止看气候，看风向，看风速，看下不下雨。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川普现在是不是要抢救 TikTok 大作战呢？有昨天一个最新消息是说，周受资啊，竟然也要去川普的就职典礼哦。但是奥妙的是哦，20号是就职典礼，但是 TikTok 是19号要关，也就是关完隔天去参加嘛。那就是在他就职前一天哦 ，TikTok 在美国要收摊哦。但是会不会有任何的转折呢？时间滴答滴答过去哦，因为现在还有1-2天时间，会不会有变数？现在大家在关注哦。但是周受资这次出席，大家也在看，有可能是要川普给予 TikTok 续命哦，因为川普已经有讲出来，他要有行政命令暂缓 TikTok 禁令60到90天，也就是说续命2到3个月左右。那但是呢，这个有没有可能真的会让 TikTok 继续下去？现在还是未定之数。但是买家已经跳出来，知名的这个全球超大 YouTuber Mr. Beast， 他就讲说，现在要跟多位富豪一起来，他们是认真的想要来收购 TikTok， 因为本来是传出来马斯克要买嘛，然后 TikTok 是说没有这件事情哦。那人家现在也在问，TikTok 有没有可能就是接受 Mr. Beast 的这样的收购呢？他们就现在统一对外发言都是对于虚构事件哦，就是他们不会回应的。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美国的网友哦，这一次因为从 TikTok 要赶快搬家嘛，通通往小红书这些相关的软体来搬当然小红书是最大宗哦。结果他们去到那边发现，哇，楚门的世界，他们真的开眼了，破防。原来这个外国月亮比较圆这件事情是错的，他们的月亮并没有比较圆，他们发现了中国的月亮更圆。那他们讲说，哇，他们中国都买得起食物原来我们自己才是第三世界国家他们有这种哇，这个过去用滤镜来看待自己美国的美好，美国梦现在破碎了。现在发现，哇，原来中国真的是很强，难怪美国一直要打中国那更有这个微博热搜冲到第1名的是中美网友对了一夜的账，就是因为现在有大批的这个来自美国的网友进驻到小红书，就大家就开始聊起来说，你那边工资多少啊？你那边的一些那种什么健康保险制度是怎么样就大家对一对之后，很多美国人讲说，我都不知道我薪水有这么高啊，这么高的薪水在哪里找啊？因为他们好像数字也被美化过了，就是他们自己的薪水收入并没有那么高甚至他们还讲说，有些人是得要做2份工作才能够活下去的。那有些人甚至感叹就说，如果你是美国人，千万不要上小红书，不然你会发现原来美国有很多垃圾，人家中国那边的生活环境不是这个样子那另外一个现象是，他们发现现在有一堆美国的网友进去小红书，不但学起中文，还唱中文歌。我们来听听。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孔夫子
对，学得很认真哦，唱的也不错哦。那说除了现在小红书哦要为这个 App Store 的这个冠军之外呢，其实现在还有这个 Duolingo， 就是在那边学语文的软体也跟着一起带红了，因为他们也现在开始风靡学中文哦。所以现在小红书加强了中美的民间互动，变成一个现象级的事件。报道的是央视哦，央视发现到，这样子的交流其实也不是个坏事，让就是中国的好，就借由这样的平台哦，可以让美国人给知道。那所以现在欧美的 TikTok 的这些用户进来，现在小红书赶快在征求英文的审核员，赶快要大举征人哦。那他们还讲说，不如你赶快有一个 AI 功能可以一键翻译哦。客服讲说，赶快正在更新当中。那现在美国传出来，好像下一个目标要针对小红书了，就是关了 TikTok 的下一个，搞不好小红书也会被针对哦。我们现在问一下亮哥。你刚那个下载排名第2那个 Lemon 8，那也是字节跳动在新加坡的新的公司，所以2个都是中国的。这个他要针对那个小红书是不可能的啦，因为小红书不碰政治，所以你在 TikTok 上面看到，比如说中东战火啦，还有美国选举的很多影片，那个在小红书是看不到的啦，啊。小红书事实上就是一个，实际上我们台湾是很多国中生在用，它事实上是用分类的，就你喜欢哪一个，比如什么休闲啦、旅游啦，进去要先选5个兴趣，对，先选你的兴趣了啊。那像我的个人认为学语言超级方便的啊，那个，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它是日常生活的啦，而且它使用起来的感觉，我认为比 TikTok 还要更生活化。所以很多人非常喜欢啦，包括美妆啦、做菜啦、旅游啦，对，都非常的红啊。好用。那当然，这大概是前2天啦，就是有所谓 TikTok 难民嘛，那跑过来小红书，一般估计大概有70万人，所以也引起小红书很大的警戒啦。因为坦白说，美国人各种人都有啦，那也有极少数的人在里面谈政治啊，那其实更让他们困扰的是 LGBTQ 啦，这个让他们更困扰啊，所以我觉得他们大概也没有办法，一定还是要遵守大陆当地的法律嘛啊，那他目前并没有国际版，所以就是这个美国人是直接跑到中国的伺服器去下载登录这样啊。所以资料直接就是注册在那儿了。对，那事实上已经有研究了，就是小红书跟 TikTok 现在带货都非常的红哦，可是小红书比较多中上阶层的消费，它比较像天猫啦，TikTok 比较像淘宝啦，就是 TikTok 的人会很在意价格，那小红书有一些人比较没有那么在意，所以这个对带货的人，我认为现在还没有发生啊。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看起来 TikTok 有救了，所以那些带货的大咖还没有整个班呐。目前去的都是就是一般来秀自己的那一类。好，来问一下赖老师。目前传出一个消息说，拜登很有可能不会立刻执行法院的命令嘛也就是说会用行政的拜登会推迟。所以，因为有2种说法，一种就是说19号的时候 TikTok 就关了，等到川普上来以后，他可以用这个行政命令让 TikTok 再继续复活然后再走一阵子。有人说走3个月再看看，有人说走半年再看看，那什么消息都有另外一种说法说，拜登要把这个烂摊子再丢给川普说好，那他很有可能就是19号连关都不用关用行政命令先暂时拖延，然后让川普来做决定。这个到底他的命运怎么样？我们想大家都很关注，因为他是在美国那么受欢迎的一个平台，然后他也很成功。那只因为得罪了美国的拜登当局得罪了一些人，他们就一定要把它关掉。这个对于号称是自由民主的一个国家，坦白说是一个很大的羞辱。而且是打自己的脸，所以美国的很多的年轻人，美国很多的这个粉丝网友，他们看不下去，那当然他们就转到另外一个平台。可是他们最抵制的是谁呢？他们最抵制的就是祖克伯，
因为他们认为祖克伯本身就是政府的帮凶嘛，还要审查，然后还要在国会里面做伪证，指控中国大陆有后门等等，所以他们说我们打死也都不会到祖克伯他的平台里面来。那这个部分里面当然各种意见都有，可是我觉得进入小红书这个潮，目前来讲还会走一阵子，慢慢的会回到正常。那对于小红书来讲，它就有一个 APP， 它没有分海外版跟国内版。那问题是在于你海外版的如何最后串联的时候，它的利润，创作者他的利润怎么去获得？这个我想是 APP 马上要解决的问题。怎么汇出去？对，怎么汇出去的问题。我觉得这是 APP 立刻现在应该他们的高层已经在讨论怎么解决。为什么？如果说这一个 APP 就有一个平台，你美国也没办法关因为你要不你就是只能叫苹果不准给我下架也就是你不准就下载不到了，你不能下载。那这个会引起更多的那个有关于这个新闻自由的或者说平台自由的问题。那平台如果它有获利，它从中有抽这些服务费，那它的利益一旦形成庞大的利益的时候，它也会损失，所以它也会跟行政当局来对抗。但是我觉得小红书如果能够成功，而且就一个没有分国际国内版的话，它的影响就很大因为它会因为翻译软体翻译的方式马上就会进来，它会造成中美甚至多国文化的串联。我觉得这个对于大陆来讲也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对外国来讲也会产生很大的变化。他们会产生我们一般政府在宣传中所做不到的事，它也会冲击传统媒体对中国的偏颇的报道都会被颠覆。传统媒体继续偏颇对中国媒体的中国新闻的报道，很有可能它会失去网民的信任。那现在等于是说，中国大陆的官方用这种央视来报道现象级，也许可能他们是乐见这样子的一个交流。我觉得他们也因为还在评估，因为这是双向，它是非政治，对，它非政治的。来请教帅将军，这个东西啊，老百姓一般喜好的东西，你很难挡的。你要借什么？美国现在过度的运用“国安”的2个字又去断人家的生意，断人家的产业链，什么是连 TikTok 他都要弄。但是你越近啊，我记得我们年轻时候那些很多党外的这种杂志，想尽办法他们也去买嘛，对不对？所以他转到小红书，这个 TikTok 能不能生存，看在川普的眼里它的价值是多少。所以也不见得是死定了。到时候，政治人物哪有不喜欢这种媒体了？太好了，比一般的电视台还受欢迎，尤其是年轻人的选票。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周受资能够被邀请到川普的这个就职典礼这个信号就很强了我们的那个团能不能坐到前面呢？差远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世界丛林社会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来看一下这个最新消息黎智英现在认了，就是说他有安排前美军的高层跟蔡英文见面传授英美反中的笔记甚至呢还这个给予蔡英文的这个智囊们那我们看一下这样子一些关系图因为他的多年朋友就是美国的前驻港总领事叫郭明翰那还有包含了这个一周刊的专栏作家这个江春南，就是蔡英文的这个左右手他就是这样子牵线来联系那他甚至就有安排他就是比方说英美反中的一些相关的笔记就是也有一些传授一些相关的经验。那他另外呢还有包含牵线这样子美国的前国防部副部长这个沃夫维兹以及美国前陆军副参谋长基恩给这个蔡英文认识那这个黎智英承认呢，他这些好朋友们还甚至自掏腰包呢秘密安排2人到台湾跟蔡英文来会面，那就台湾议题
体来给予一些意见哦。那他与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波顿会面前呢，更将一份笔记传授给这个蔡英文的智囊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江春南哦，谈到可以这个美国来利用台湾作为抗衡中国的杠杆呐。那首次见面之后呢，黎智英就跟这个2位前美国高官谈及台湾能源以及安全的事宜，认为可为老板来提供跟川普见面的机会哦。那这个庭上他讲说，这个老板呢指的就是蔡英文，那他不能直接跟川普对话，所以法官询问原因，黎智英答说，因为这是对中国的冒犯，嘿，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份消息曝光了呀。那台湾现在好像要警报美国，但是会不会又报错人呢？因为现在是传出来前美国副总统彭斯要访台，在16号的时候要抵达台湾哦，计划要跟赖清德、萧美琴会晤。那彭斯呢，他就是要亲眼了解现在目前的状况，提醒台湾人，美国是盟友，不允许香港发生的事情在台湾上演哦。但问题是，彭斯这个角色，他是这个川普上一任的这个副总统的角色哦。那后来是有点闹翻，因为国会事件嘛，他并没有站在川普这一边哦，所以川普这个人记不记仇，大家心里都有数啊。所以呢，这个感觉起来，彭斯后来也是在去年3月的时候公开表态不会支持川普哦。所以这2个人从此是决裂的哟。那这次赖清德又要跟这样的角色碰面了哦。那这样的一个外交判断，不知道是来自于谁啦。那目前我们的一些军事上面说有一个最新的反斩首的战力。成型了，这个是海军陆战队2栖侦搜大队派驻了4艘 M109 突击快艇，现在目前进驻到淡水的第2码头要补足首都防卫作战的最后一块拼图还有这个独家消息是自由时报的，军方首度公布美军来台专案协训，要来强化我们2栖联战的能力这是为期2年的一个专案协训计划。那还有这个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司令讲说，现在不是有这个岛链战吗？他们把部队从冲绳调往关岛他说这个是走错路了，这个部队移往关岛让我们远离了危机战场。人家讲说，那这个决定也是你们做的啊，命令不就是你下的吗？这是不是有点在玩2面手法？要讲说，我们这样做真是不对了，可是一方面往后撤，这到底是要讲给谁听，有一个交代吗？还是要做给谁看呢？不知道。那再来看看，大陆方面也有一些新的军事消息四川舰，这个2栖攻击舰下水了。大陆的国防部说，这不是针对特定的地区或是国家那他说，大陆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个四川舰下水呢，是海军装备发展中的一次正常安排，不针对任何特定的目标。那大陆现在有这个造船业人家讲说像是下水饺一般嘛。那它的3大指标，目前在世界市场的占比是55.7%，还有74.1%以及63.1%，就3个指标的数字都非常的高那所以它包含了这3个数字是造船的完工量、订单量，还有手持的订单量都是稳步成长。连续15年是全球第一。那反观美国呢？美国也有一些新消息就是说他们现在有获得了雷神公司获得了109.6亿的合约，接下来是要来造标准6导弹那这是他们海军在使用的，就是现役地对空的飞弹，或者从地面或是军舰上面来发射来打击空中固定翼的这个飞机、无人机这些目标。那还有呢，他们这个海军美军的这种朱瓦特号也在年底完成极音速飞弹的相关的改装可是问题是，大家要想到2016年的时候，朱瓦特号当时本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出现了大故障耗资1400亿卡在这个巴拿马运河动弹不得，服役才1个多月，当时那个时空，然后结果就卡在那边，引擎故障了呀。那现在这个对比之下美军好像新的武器出来，或者是一些新的装备出来，这个速度也好，或者是说它的这个能力也好，是不是好像有一点被中国大陆给弯道超车了？你看这个对比一下，第1岛链现在谁占上风呢？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我觉得我们的外交跟国安单位真的是
问题很大了。在川普上任之前，拼命在吹捧蓬佩奥。那蓬佩奥一度要参选总统，民调只有1%。对，后来川普还点名说蓬佩奥跟 Nikki Haley 绝对不可能入阁。有人这样搞的吗？还特别点你的名说翟轩不会入我的阁，有必要这样吗？这么针对，表示他心里对你很有意见。这个彭斯川普几乎是完全拒绝往来户了。川普跟彭斯关系已经恶化到你难以想象的地步结果你这个时候还安排彭斯来见赖清德，而且川普才刚上任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外交考虑我实在难以理解。台湾话不是请鬼拿药单吗？我是觉得，可是国安会总要评估吧。这个林佳龙对美国没那么熟，吴钊燮不会那么不熟这个实在是难以理解，真的。我真心觉得，你这个时候让彭斯来台湾，川普对你一定会有很不一样的感觉搞不好他还故意公开讲话。比如说，万一川普讲了一句话说：“台湾是不是搞错了？那我们怎么办？”真的是难以理解，我真的是难以理解因为川普最恨的就是背叛他的人。对啊。那蓬佩奥有一度想竞选总统，认为他跟川普同级这个就让川普耿耿于怀了。所以我们专门跟他最恨的人做朋友。是我跟你讲，那个蓬佩奥还不至于说在那个时候包围国会的时候就跟他翻脸。对，我说蓬佩奥，对，彭斯直接翻脸就恨的程度，彭斯更高。更高1月6号包围国会，彭斯就是认为川普是错的。你怎么可能这样处理政治？我真的是无法想象我们刚才讨论说，我们那个赖政府面对川普即将上台，各国都在紧锣密鼓在想这个因应的方案。我们不止没有因应的方案，还反向操作把川普的仇家都请到我们台湾来那我建议下一个再邀请贺锦丽好了。不是吗？还有拜登也可以裴洛西，不可思议我们一次邀满全部。而且彭斯是同党的，而且川普认为他提拔过他，你还背叛我，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政治上，以我对川普的了解啦，他一定会相当有意见啦。他只是要不要公开说而已啦。对。至于这个其他有关军方的2位专家在我旁边，我实在是不敢说话我们就把时间留给赖老师跟那个帅将军。好，我来请教将军。这个首先讲到那个Wolfowitz，我认识他，也见过他。这个人是在小布希总统时候号称的4大金刚。第一个金刚就是钱尼副总统，第二个就是Wolfowitz，第三个就是Armitage，他们4个主战派。所以那个时候，因为他们主战，才答应给陈水扁8项军售。后来因为陈水扁惹火了这个小布希以后，这8项军售就可惜没有了。后来我也为了潜艇去见过Wolfowitz，他那个时候是 AIT 的主席。他说你们只能透过商售，但是我觉得商售非常不可靠。美国从来不做传统柴油潜舰。对，商售的话，因为我打听到。澳洲曾经跟美国想商量建立 Carlington 级的传统潜舰，我本来想搭了它一起订嘛，价钱比较便宜。后来又听说澳洲的那个案子不成功，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潜舰案就停下来。第二个讲这个，美国现在发现它造舰能力比不上中国大陆，以现有的舰只实力，美国的船只比较老旧，数量也抵不过中国大陆的新船，所以这个。朱瓦特号现在就等于是废物利用了，已经报废了。这个花了那么多钱做出来不管用。但是美国现在最近在搞什么东西呢？因为它的舰队作战能力不如中国大陆了，他现在把这个朱瓦特或者其他的船上
装这个标6的反舰飞弹，用什么装呢？它不是装在船舱里面，装在甲板上，用那个陆基发射的那个发射架，就跟我们在船舱上面弄几根管子，把标6弄上去，来增加它的反舰能力。要不然的话，水面作战的话，美军已经占不到上风，所以才搞这个名堂，就是说把陆基的飞弹那个集装箱装在船只的甲板上，然后再来做一个加强它的火力。这种行为就暴露出来，美国自己评估啊，水面舰对水面舰作战它不占优势，尤其面对现在9艘的055大驱出来，052、054，那么导弹的攻击能量它比不上中国大陆。第三一个，陆战队讲这个话，给自己留点面子吧，因为陆战队向来是攻势部队，以前放在第1岛链呢，像日本、韩国都有驻军嘛。他现在把它往后撤到关岛，那的确，他觉得在第1岛链他又不能发起攻势行动，但是留在那边是活活被东风快递炸，他不如搬到关岛去。但是搬到关岛还是在东风17、东风26的射程之内。换句话说，美军已经评估他在第1岛链的实力已经不如中共。那中共大陆也没事就跑到关岛附近去绕，因为他的飞弹的设计距离已经 cover 关岛跟所有附近的岛屿。对，所以这个问题就看出来，就是说西太平洋里面已经很明显的证明了美军的实力比不上解放军的实力。所以这个你看，刚刚你的信息里面看了，雷神拿了109亿。搞这个标6，这个标6并不见得是拿来打飞机的，因为生产的东西它要加强美国海军的反舰能力，因为它舰队上比较弱嘛，因为没有必要去打解放军的空军呢，解放军空军不可能飞到檀香山以东的地方去嘛，重点是它的防卫能力，就是说它的舰队的自卫能力要增加。最后一个我要讲的淡水河口的防御啊，绝对不是现在这种做法。因为你这个挖人那个小橡皮艇呢，你不见得打得过人家的这个气垫船上的武器。应该合理的是说，在巴黎大桥设上钢席，再配上快炮、雷达的快炮，那你所有进来的船只都会被困在这个淡水河里面，而且用雷达控制的快炮打它跟打鸭子一样，那才是最好的防御。所以一直在我们这个淡水河口的防御一直在表现在表演上啊，让老百姓看到有这个跑来跑去。事实上，它的战力不强的。我们的40快炮或者57战防炮、57快炮都可以很有效的封锁淡水河口上面所有的快艇，因为你以快打快嘛。第三个，你巴黎大桥做的钢席10秒钟它就可以放下来，整个水域都遮断了，这是最安全的做法。我不晓得为什么国防部一直不让的，一直在说用挖人啊，用什么官渡司啊，火炮。这方面的人没有了，是不是？很糟糕，真的很糟糕。何况人家还有无人快艇呢，火力比我们那个挖人那个气垫船的火力要强。已经是不同世代的武器。不同世代，你拿那个挖人的快艇，顶多机枪嘛，手榴弹嘛，你怎么对付人家那个无人快艇呢？人家是装甲的，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了解现代战争的形态，再来做你的建军准备。好，来请教赖老师。我觉得黎智英在法庭里面的证词，他等于是证实了过去这个很多的指控，就是说港独跟台独的串联，这个已经被证实了。然后又证实了美国在打港独牌，也在打台湾牌这个也被证实了。因为他的证词中把所有的人事地物全部都串联起来，所以事实上等于是蔡英文的时期把台湾推向于两岸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这也被证实了。我觉得政客在玩弄台湾人民的安全，玩弄台湾人民的幸福，玩成这个样子，实在是极不负责任的。我还记得蔡英文刚上来的时候第一个演习就是在这个国防部衡山指挥所演习这种逃亡路线，就是怎么撤到淡水河松滩机场，然后到境外去的这种路线。然后现在看到黎智英的证词中
证明了他当时在香港推的港独跟台湾的台独本身在串联，在跟美国的这些人物那么彼此之间勾连，让他们打台独牌，然后认为这样子可以牵制中国，跟中国大陆要东西。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做法，把我们的这个人民的这个和平、稳定、安全都玩在手中，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不负责任了。现在赖清德的做法会不会更好？我们保留态度。例如说，刚刚亮亮所讲的，这样提到的彭斯这个人物，彭斯这个人物，他事实上已经是很明确的跟川普是对立面了。对，而且他也强调，因为他是共和党内传统派的领导人物，那他是领导人物，事实上川普党内有隐忧。目前因为川普他的声势比较大，他的权力比较大，所以他的党内的这些反对派系，表面上看起来还按兵不动。对，但是我们看到每有一些争议的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松动。这个可能就会成为牵制川普的一只左右手。那另外再加上民主党一定是反对共和党嘛，没有民主党，没有反对党要去支持执政党的做法嘛。那这样的情形下的时候，对于川普来讲，他怎么看待彭斯？那彭斯你又花了这么多的力气把彭斯弄到台湾来，那这摆明了不是就是你赖清德要跟川普对抗，要跟川普摆那个明的干。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外交的安排，是不是很恰当？我想大家应该有一个想法了。另外，美国的犯错其实是来自于这个战略上的失误，也就是说，他以为中国有区域拒止的能力以后，他们在琉球群岛的海军陆战队的基地已经不安全，所以要移到关岛去。可他们万万没想到，解放军的军力已经延伸到关岛去了，所以他等于是到关岛也不安全了。那他怎么办？他没路走。最后一个有关于美国的军队尤其军备武器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创新能力够，可是它的定案太不严肃了。例如说，你看 F-22创新能力够，在当时的第5代战机隐身战机，它是很创新的。但是问题是定案太不严肃了，结果开始定案了，开始量产了，然后发现设计错误、结构错误，所以后来停产，然后整个生产线关掉。现在这一个这个万吨级的这个导弹护卫舰朱姆特号也是一样，创新有余，但是定案不严肃，结果又发现错误，太贵，然后隐身的功能也有限，然后它的作战能力有限，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它一天到晚抛锚。一个战舰万吨级的战舰一天到晚抛锚，那整个还得了然后现在也要停产了。这个就是美国，你落后也没有话讲嘛，就是你老是犯同样的错误，把自己的战略都受到自己的伤害。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